Hello， 大家好！经过了11个小时的飞行，我们的伦敦旅行终于开始了。从希斯罗的机场降落之后，我们坐上了皮卡迪里线，直接到达了 Covent Garden 站。走出站就是一条热闹的商业街，步行几分钟就可以走到我们要住的 Norman 酒店。Norman 这栋楼始建于1881年，曾经是治安法庭和警察局，曾经审判过奥斯卡·王尔德和其他很多名人。2021年，纽约著名的 Norman 酒店品牌接手改造。从酒店房间窗户看出去，就是皇家歌剧院。喝过 Welcome Drink 之后，睡个午觉。睡醒已经是日落了，我们走路去附近一家意大利餐厅吃晚饭。伦敦夜晚的街头还很热闹，走在街上温度刚刚好。到达 Albemarle， 他家 Google 上有2万多的评价，4.8分。圣诞的装修是夜店风，让人很有食欲。我们来的时间虽然过了饭点，但人还是茫茫多，被安排在了吧台的位置，可以看着厨师们出菜，既兴奋又着急。吃碳水真的会让人开心。最后提拉米苏收尾。吃饱喝足，在夜色下溜达回酒店。夜晚的大街很舒服，我们来的这几天天气真的很不错。顺道路过了酒店附近的 Covent Garden Market。 这个 market 从17世纪开始就是贩售苹果的市场，现在布满了宝藏小店。回酒店之前去超市买了牛奶和水，最后回到酒店的 Side Hustle Bar 喝2杯。这里原本是警察局的拘留室，现在是一家暗调风格的酒吧。Bartender 的表演欲都非常强，不过酒是真的很好喝。第二天一早来到酒店的餐厅吃早餐，我们点了英式早餐和 omelette。 路过早上的 Covent Garden Market， 是和夜晚完全不一样的景象。不得不说 Covent Garden 这个区很适合住宿，交通方便，吃喝的选择也非常多，而且是个蛮安全的区。我们先步行到 Embarkment Station， 坐车到今天的第一站。不得不说，地铁的红蓝配色真的很好看。今天先从这栋1880年就开始存在的古董市场 Office 开始。接着我们来到了海德公园 Serpentine Gallery Pavilion， 打卡2024年的建筑设计岛屿虚无。 Gallery 周围还分散着很多其他的雕塑设计，我们最感兴趣的草间弥生大南瓜。在大片开阔的草坪上，大南瓜落落大方地端坐在蓝天白云下面。
很幸运地扫到了2辆自行车，直接骑车到了 SOHO 区。Regent 大街两边的建筑延伸出来的线条拍出来真的非常的美。午餐我们预约了被其他 YouTuber 种草的这家 Flatiron 牛排馆。烤肉风味很香，他家在伦敦其他地区还有几个分店，大家可以试试看。吃完饭可以用这个小的牛排刀去换冰淇淋，非常可爱。饭后我们沿着 SOHO 的小街往里面逛逛，沿路有很多可爱的小店。随处可见在大街上站着喝酒的人。很多哈利波特相关产品的小店，地下还有更多。我们在这家 Cream Big Cookie Shop 停下来歇歇脚，点了咖啡 Miso White Chocolate。这个临街的观景座位真的非常适合街拍，可以看到对面的小黄门和路过形形色色的人。路步行过去，离剧场越近，店铺的招牌就逐渐汉化，红灯笼、大牌楼，真的非常有外国中国城的味道。我们预约了当天晚上音乐剧《悲惨世界》的票，音乐剧非常精彩，虽然座位很难受，但是为了它坐3个小时还是值得的。第3天一早，我们先从酒店打车去 Westminster Abbey 参观。第一次坐伦敦的出租车，里面很宽敞。我们提前在网上预约了门票，27英镑含语音导览。约门票的队要比普通的队短很多。Westminster Abbey 是伦敦最伟大的历史圣殿，始建于公元960年。现在主体结构是1245年重建的哥特式风格。这里主要用于英国王室的加冕典礼、国家重要人物的安息地和皇家婚礼场地。像牛顿、达尔文、莎士比亚、霍金等名人的墓碑和纪念雕像都可以在里面找到，有些真的很不起眼，需要看着地图上面慢慢寻找。这里是超现实哥特风格的亨利七世礼拜堂，扇形穹顶被称为石质天幕，悬挂着骑士勋章旗帜。回廊庭院保留了中世纪修道院的痕迹。从庭院里可以看到不远处的大本钟，这个高97米的新哥特式地标建筑其实本名叫伊丽莎白塔。大本钟是里面那一口重达13吨的钟。我们穿过大桥去对岸找一个拍大本钟的打卡点。就在这里，桥下的一个小河堤处可以拍到大本钟、大桥，还有一个有趣的门作为前景，需要小排一下队伍。吃过了中餐之后，我们来到了 Leadenhall Market， 这里是哈利波特对角巷的取景地之一，非常喜欢它颜色的搭配。逛完之后，我们体验了伦敦的双层巴士，幸运地坐到了2层最前面的观景位。坐在巴士上行驶在伦敦街头，有一种看4D 电影的感觉。沿路路过圣保罗大教堂，穹顶在夕阳里像镀了金一样。
晚餐无脑地选在了酒店附近的鼎泰丰，又是一顿满足的碳水。第4天，今天我们就要去期待已久的大英博物馆，从酒店出发10分钟就可以走到，沿路在这家甜点店搞定了咖啡和小甜点。复古小车车好可爱，想打包回家。大英博物馆我们也提前预约了门票，有一条单独的入口，进门很快。正对入口直接走进去就是以罗马万神殿为灵感的阅览室，这个直径40多米的分段式圆顶就是它的标志。一些镇馆之宝，像是罗塞塔石碑、帕特农神庙雕塑、敦煌壁画都可以按图索骥。我们提前下载了大英博物馆 App， 依据你计划的参观时间，它会安排不同的线路。大英博物馆成立于1753年，跨越了200万年人类的历史，里面有800万件藏品，而对外展出的只有其中的5万件。回到了酒店，又回到了 Side Hustle 吃东西喝2杯。这边的 bartender 真的都非常亲切，而且出品的品质也很统一。Taco 真的很下酒。在房间休息一下之后，我们就准备一起去泰晤士河坐船看日落夜景。我们坐船的地点在 Embankment Pier， 直接在 Uber App 上就可以买船票，坐这个叫做 Uber Boat 的公交船。我们幸运地赶上了日落前的最后一班船，对日落的期待让人非常兴奋。而那天的天气也没有辜负我们。我们在 Tower Millennium 下船，就可以步行到伦敦塔这座千年要塞，这里同时也是英国最著名的鬼屋。伦敦塔和塔桥都可以购票参观，但我们到的时候已经关门。虽然游客很多，但是抬头放上看，还是能拍到很漂亮的骨架。明天我们会租车探索伦敦的周边，敬请期待。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麻烦帮我们点赞订阅，有问题也可以给我们留言，谢谢大家。